夫君，你说姐姐要是看到他大婚之日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很生气啊？她一个杀猪女也配生气？等她嫁过来，我要她跪着给你端洗脚水，把她赶回乡下，再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。我是江令芷，江家嫡女，从小被扔在乡下自生自灭，还好隐居的师傅收我为徒，把我放大。江令渊、萧燕，你们费尽心机想把我踹回乡下，做梦！这高门大宅里锦衣玉食、前呼后拥的日子，我江令芷还就要定了。快水！不好了，萧燕的婚房走水了，快来灭火！就是我的眼啊！外头还在办丧呢，江家二小姐这就迫不及待地爬上姐夫的床，这真是太羞人了。就是，这种真是。散了！宗科，今日之事谁都不许说出去。是，不对啊，被引过来的不应该是江令芷吗？他来闹，萧燕正好顺水推舟收了我。现在这什么情况？荒唐，真是荒唐！萧燕，你的心腹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不好了，江大小姐她在灵堂抱着四爷的牌位，说她是四爷的妻子。好你个杀猪妹！今天是你和燕儿大喜的日子，你在这披麻戴孝咒谁呢？谁说我要嫁给萧燕了？今日出门迎我的是萧将军的棺木，那我就是他的妻子。江令芷莫不是被气疯了？对啊，竟然为了争一时之气，要换亲嫁给萧景逸，纵然他再好，也是个死人啊！你这个疯妇！嫁活人还得斗小三，嫁死人直接当宅主。萧景逸辈分高，以后萧燕见我还得恭恭敬敬喊声四婶，这波不亏。这丫头有点意思。孩子，守寡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老夫人，守寡再苦，也苦不过守着让我蒙受奇耻大辱的夫君。将军为国捐躯，是英雄，却未曾留下一儿半女。令芷愿为他收养子嗣，让他100年之后仍有香火供养，求老夫人成全。行，你既然铁了心，那我丑话说前头。您说，做了景逸的寡妇，你这辈子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要是敢不安分，我就送你去底下陪他，放妻书，想都别想。就这，你还嫁吗？姐姐如此深明大义，一定不会反悔的，对吧？就是，令渊都有我的孩子了，我必须娶她，就算小叔死了，你也得。我是你的长辈，你敢这么对你长辈说话？我嫁。从今往后，我生是四爷的人，死是四爷的鬼。主要是能当你们长辈，气死。好，这门婚事老身做主，换。都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江令芷就是我国公府尊贵的四夫人。老夫人，四爷他没死，他活着回来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将军遭人劫杀，重伤坠崖，我们以为他殉国了才回来报丧，但他其实是落入了河中，被冲到药王谷，昏迷月余才被认出身份送了回来。快带我去看看！是。我嫁的可是牌位，怎的还带起死回生的？好孩子，你是旺夫的，你一嫁过来，景瑜就死而复生。来，跟我一起去。这就是我那位已故的夫君。好家伙，便是这般昏迷不醒，眉眼间犹自带3分肃杀气，仿佛在说凡俗莫近。这模样，死了着实可惜啊！我儿怎么还躺着？快起来走2步啊！
药王谷已将他全身断骨接回，只是将军头部受创，淤血未清，这才昏迷不醒啊！穆神医，您可得救救他呀！药王谷能试的法子都试过了，没起色，这才送回来，也是指望着国公府门路广，能再寻名医给将军瞧瞧。得，药王谷都摇头，这相当于在阎王殿预定席位了。景逸他还有多少时日？若3个月内醒不过来，那就……意思是，我儿要是醒不来，就真的没了。令芷这丫头的确旺夫，若是能和景逸圆房怀个孩子，景逸说不定就能彻底醒过来了。令芷啊，我求求你！别，老夫人，您有话慢慢说。您这一跪，折寿我10年。令芷，你是景逸的妻子，能不能为他留个后？留后？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，这难度是不是有点大？我一个人他也完成不了啊，他倒是动一下呀。让我去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圆床，这操作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令芷，你若是愿意，我明日便进宫去向皇上求旨，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。若你为景逸产下子嗣，不论男女，家中公产有你一份。若能一举得男，老身再从私库出20万两银子，商铺100间，良田1000亩，给你们母子傍身。20万两，还有田有铺子。我在乡下干各种脏活累活，连吃顿饱饭都是奢侈。圆房生个孩子，就有这泼天富贵，干了！好，我答应。跟活死人圆房，江令芷，我真不知羞耻。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江家。别慌，这萧景逸虽然看着是凶了些，但等下不还是要乖乖躺在这里被我罢了。长得可真俊，可惜了是个睡美人。不过也好，你要是醒着，我这强人所难的戏码还真不好继续。我就当是拿你这睡美人换泼天富贵啦，不亏。将军，你醒了。昏迷前我坠崖了，如今应该是伤得太重，才会浑身动弹不得。父亲，四夫人，热水已经备好了。四夫人，我成亲了？难道是母亲做主给我娶回来冲喜的？我堂堂镇北将军，怎会沦落到靠一个女人来救命？成亲累了一天，今天就算了，明天再和你圆房吧。啥？哎，还是你舒服，往这儿一躺，天塌下来都不用管。我要是能跟你似的，后天也往这儿一瘫，看谁还能逼我回江尚书府那个火坑。江尚书府那位江家姑娘，不是应该嫁给我大侄儿吗？难道这原本该是我的侄媳妇？大嫂，您瞧我这记性，如今我都是4房的人了，我的嫁妆还赖在您大房里，多不合适。我这就让他们认祖归宗，搬回自个儿家去，省得给您添乱不是？什么？你要来搬嫁妆？嫁妆是江夫人给令渊准备的，不过是暂放这儿，跟你有1文钱的关系吗？哦，大嫂的意思是不给了？我就不给，你能怎样？来人，请四夫人出去。大嫂果真不，我可不知道等下被我扭断手的人会是谁。你给他，快去拿！四夫人，家
下装箱子都是空的。好你个臭玩意！我正愁没人给我练手呢，你敢私吞我娘给我的东西？行，明日回门，看我怎样连本带量拿回我的嫁妆。四夫人，您这是在干什么呀？给他编个躺椅，竹子轻便凉快，以后方便拖他出来晒阳光。您连这都会，这算什么？我在乡下时还会杀猪呢。令旨这刀法比几十年的老屠夫还利索。母亲为何要让我娶这杀猪的村姑？我堂堂镇北将军，就算娶也该是名门贵女，怎么摊上个杀猪的？她肯定是贪图我国公府的银子，不然谁愿意伺候个昏迷不醒的病人？四夫人，这些都是萧老夫人赏给您的，尤其是这玉佩，明日您回门戴上，肯定贵气过人。您娘家人知道你在国公府日子过得好，便安心了。他们不会在意的。我娘当年为了生我，雪崩没撑过来，我爹痛失爱妻，一眼都没瞧我，就叫奶娘把我打包送乡下了。若不是萧老夫人执意要我怕是早就被忘在乡下了。怎会如此？他们也太过分了！我从乡下回尚书府，我亲爹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亲哥也是面都没露过。要不是想给我娘的牌位磕个头，我才不回去找不自在。没想到她在江家过得如此凄凉。也是，若是过得好，又何至于要嫁给我这活死人？那您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夫人娘亲在天之灵也放心。一边回忆一边旧年华，那情回的一句话，不要哭，一边离散的季节说，你的我陪着我的伤，你留下最后的一句话。将军啊，我现在可就只剩你一个亲人了。你争点气，赶紧醒呗。他哭了，怎么回事？听着他哭，心里怎么会如此难受？哭什么哭？我可不是娇滴滴的人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当务之急是要给将军绵延子嗣。这就好了。等等，现在还是白天呢。姐姐，备水，要大桶的。哟，将军这身板儿，平日里没少下功夫啊。这女人怎么如此大胆？
娘，女儿回来看您了。有人吗？四夫人回门省亲了。江令旨，你给我跪下！你可知罪？江令旨，你给我跪下！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令旨，你娘拼了命生下你，要是知道她拿命换来的女儿，为了攀高枝，不但灵堂换亲，还连昏迷不醒的活死人都主动爬上去，怕是要从棺材里气得再死一回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跟青楼里的妓女有何区别？你们好一个倒打一耙，分明是江令渊在我的大喜之日，跟萧燕在我的婚房白日宣淫，我才被迫换亲给了四爷。不可能，我同令渊一同长大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对啊，令旨，就算萧燕再怎么胡来，好歹他也是萧家的长房嫡孙，以后是要袭爵的。令渊和你一同嫁给他，互相帮衬，不是很好吗？谁要跟他共侍一夫？令渊再怎么过分，也比你不知羞耻嫁给一个活死人要好。令旨，你今日回门准备了什么回门礼？该不会是两手空空回来的？你们一群有眼无珠的混账，配我给你们准备回门礼吗？居然敢这么说长辈和兄长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，家法伺候！倒要看看是谁教训谁！把我的嫁妆还给我！还想吓唬我们？你个没见识的乡下女，别以为拿把刀就能唬住我！下一刀，我可就不敢保证萧在哪里。在被窝的库房里。来人，跟我走！我真是魔怔了，竟盼着将军醒了，能去给四夫人撑腰，也不知道四夫人怎么样了。夫人，是御赐的七星连环锁。哎呀，真是不巧，这库房钥匙我们交给了管家，他正好回乡探亲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可说不定。令旨，你还是先回去，等他回来你再来拿吧。这算什么难事？砍了不就好了？江令旨，你疯了！毁坏圣上御赐之物，可是要杀九族的。离祥寺可不要拖上我们。夫人当心！令旨小姐，您嫁去守活寡便罢了，如今竟拿砍刀劈祖宗库房，这传说……这里是尚书府，你打我！尚书府怎么了？像你这等长舌贱婢，打就打了，还要挑地方吗？姐姐，你换妻还要砸门墙？你一个鸠占鹊巢的人，还有脸论强？你敢打我的渊儿，我跟你拼了！完了，天了！江令旨，你这忤逆不孝的乡野村妇，你想拿走渊儿的嫁妆，还愣着干嘛？拦住他！不想死就尽管拦着。
野蛮粗鲁，果然是乡下养大的杀猪匠，半点大家闺秀的样都没有。杀猪匠怎么了？我那杀猪匠师傅可还是前朝古贡之臣，文韬武略无一不精。我能学到多少本事，你们还真不知道。江令直，你别以为你成了那个名存实亡的萧府四夫人，就可以拿走令渊的嫁妆。还愣着干嘛？拦住他呀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各位这个月的月钱总算没白拿。将军，您终于醒了。老天爷呀！我江家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找起来这么个活土匪，这是要把我们家底都搬空啊！张令直，你给我住手！出来！令直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我是国公府四将军的夫人，我的地位远在你之上，怕是你还要对我请安。你放肆！江令直，萧将军如今是个活死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过世，谁不知道你的四夫人身份？徒有虚表。你与其操心我，不如想想如何将我那些被贪墨的嫁人一件不少的补回来。嫁妆容后再议，把和离书拿来。是老夫人。你如今仗着四夫人的身份为所欲为，等四将军死后，必定大祸临头。今日你签了这和离书，也可尽早免去祸事。我是侯府四夫人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敢要挟我和离？快去请你父亲回来，就说家里要翻天了。你是说，江家正在逼我夫人与我和离？是将军，不过四夫人把和离书撕了，还扔了江家主母一缕。原以为乡野长大的杀猪妇会畏惧权势宗亲，未曾想竟是这般心理。且慢下车，我倒要瞧瞧这出戏他们打算怎么唱。等老爷来了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江夫人，你继续说。父亲，姐姐砸了库房，拿刀追着母亲砍，公母都被她气倒了。孽障！家门不幸，我江家世已传家，怎会生出你这等喊打喊杀的匪类？你娘为你而死，非但不知感恩，反来祸害全家，不孝的东西！不孝？你也配提我娘？反了！逆女，给我跪下！来人，请家法！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出现在这个家里，惹得你不开心。只求你别怪父亲。要是有气，你就打我，我绝不躲闪。只要你能消气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，是他主动要求的。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别人求到头上，从不让人失望。
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巢，夺我父爱；我这一巴掌打你颠倒黑白，毁我清誉；这一巴掌打你心肠歹毒，还想吞我娘留给我的嫁妆。反了！这个孽障，当着我的面打人！来人！今日我亲手教训你！你这个逆女，居然忤逆你的父亲！父亲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和江府断绝关系。都点清楚了，我娘留给我的一根线也不要少。回夫人，剩下的这60台件件齐全，连塞香脚防磕洞的旧棉花都没给他们留。好，回府。江令旨，说到底，这国公府里真正做主的是长坟。你守着无法给你撑腰的夫君，这四夫人的名分不过是空中楼阁。赶紧走，不知孽障！你以为抱回这些死物就赢了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这无根之木、没有夫君可仰仗的人，在萧家能撑几日？姐姐这般守着萧将军，虽说辛苦了些，但这份情谊着实令人动容。若是姐姐真能换来一座贞节牌坊，倒也是美事一桩呢。你们再敢咒我夫君一句试试！他竟这般维护你，我夫君是为国征战的大英雄，他就算躺着，也比你们这些只说风凉话的人强多了。英雄，在他心里，我竟是这般模样。躺着，他未必还能站起来。江令旨，你以为你攀上了高枝，其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就这么怕我坐在萧家四夫人的位置上？我夫君是身负国运的英雄，自有天佑，阎王爷都不敢收的人，就一定能好起来。姐姐，我真是心疼你。药王谷的神医都已断言，你又何苦自己骗自己？江令渊，你再说一遍，谁敢再咒我夫君，我跟他拼命！冥顽不灵，放肆！何人敢在此非议我国公府四公子，陛下亲封的骁骑将军？我们不过是陈述事实。你一个萧府下人，在我尚书府门前喧哗，不合适吧？哦，不知诸位在陈述什么事实，不妨说与本将军听听。哦，不知诸位在陈述什么事实，不妨说与本将军听听。人其实不必害怕发生，我们到的时候你是必须一出现。我说他醒不过来了，怎么会活生生站在这？完了完了，他醒了，我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给睡了，他不会是来讨债休妻的吧？这脸我可丢不起啊！夫君，你醒了？啥事儿咱都回家关起门来慢慢说，现在原地晕倒还来得及。夫人日日为我编长语，为我晒日头，这般殷勤的盼我醒，我若再不醒，岂不辜了夫人一片努力？夫人，将军刚醒，一听您回江家探亲，立马强撑着就来给您撑场子了。探亲？我这是把娘家抄家了好吗？是来撑腰的，不是来找我算账的。
将军您刚醒，身子骨还软着呢，哪能这么折腾？快回去躺着，我这就完事了。眼眶怎么好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他们哪配让我难过？主要是看见你醒了，喜极而泣。我夫人大度，不屑计较，但我萧景烨向来小气，睚眦必报。萧将军，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呀！我们和姐姐就是一家人，闹着玩呢。江尚书，若非今日亲至，我竟不知我明媒正娶陛下钦点的夫人，在自家门口被一群人围着打。将军息怒，是老夫治家无方，惭愧。治家无方，那本将军替您治治。夫君，我有个主意。说。听闻城外静心庵环境清幽，最是涤荡心神，不如请母亲和妹妹去那儿常住，好好反省反省，也算是成全他们刚才自愿领罚的诚意呢。就依四夫人所言，来人，送夫人和二小姐去静心庵，即刻动身。父亲，我肚子里可有香艳的骨肉。未出嫁何人狗混？你，来人，带他们二人去面壁思过。夫君，咱们回吧，这儿乌烟瘴气的，再待下去怕熏着您。好，帮着夫人抬嫁妆回国公府。是将军。在我面前不必逞声。从此，萧家就是你的家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说的好像你能跑了似的，你可是我花了老大劲儿才嫁得的夫君。跑不了。所以夫人日后立威撑腰，乃至闯了祸要收拾烂摊子，都记得有我这个家人在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我可就赖上你了。求之不得。原来被人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维护，是这种感觉。四夫人安好，我们渊姨娘说她那儿偶然寻得仙夫人的纸草香囊，想着物归原主，也好求个心安理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江令渊刚作为姨娘嫁入府，这就开始作了。夫人，怕是鸿门宴。怕什么？正好闲得慌，就去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江令旨，你将我和母亲赶出尚书府，害我怀了双生子，也只能做妾。今日我定要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姐姐肯赏脸过来，妹妹我就安心了。香囊就在梳妆盒里，姐姐自取便是。谢了，姐姐，你慢走。江令旨，过了今日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怎么了？眼眶怎么又红红的？是哪个不长眼的又惹着我的夫人了？没谁，廊下的风太大，迷眼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这姨娘突然腹痛难忍，怕是动了胎气，快来人啊！我的肚子好痛，双生子，我的双生子是不是保不住了？祖母，母亲救我！凌渊别怕，母亲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？这屋里是什么香？快把香炉灭了，打开窗户通气。我感觉好多了，肯定是有人在香炉里动了手脚，放了麝香，想害死我的双生孩儿。回老夫人，
奴婢瞥见四夫人方才靠近过香炉，绝无可能，令旨断不会如此。可方才确实只有四夫人来了。是啊，我来取了个香囊，顺便欣赏了下这屋里的摆设。品味挺独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怨我沾了燕哥哥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怎么能下此毒手？好你个毒妇！住口！事情未查清前，还轮不到你们妄下定论。母亲，既涉及子嗣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如请宫中擅长此报的太医来查验，看是否有麝香，也好还阿芷一个清白。不必请太医啦，多麻烦呀！看他做贼心虚了，谋害嫡系子嗣，其罪当诛。姐姐只是被妒忌冲昏了头脑，还请祖母从轻发落。我的意思是，这香炉里肯定有麝香嘛，这么明显的事儿，哪用得着劳烦太医大驾呀？姐姐，难道真是你？春柳呀，你眼神可真好。那你瞧仔细了，我当时是用左手还是右手碰的香炉呀？是双手。奴婢亲眼看到四夫人您双手捧着那香炉晃了晃，当时还以为您是稀罕，没成想……姐姐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妹妹这么信春柳的话呀？春柳自小一直跟着我，从不说谎，她叫是就是。好，江令元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待会儿可别后悔哦。江令旨，你就是嫉妒我娶令渊，居然狠心害他肚里的双生子，毒妇！夫君莫急，等着看好戏。萧燕，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你什么意思？瞧见我夫君没？战功赫赫，英明神武。你再瞧瞧你自己，我放着这样的宝贝夫君不要，为你吃醋？你没照过镜子呀？你休要胡搅蛮缠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。人证物证，好呀，你四婶这就给你看个更直观的。令旨小心！快看，他亲手碰了，他这是认罪了。瞧见没？我对沉香木过敏。要命！怎么把这茬忘了？瞧见没？我对沉香木过敏。要是我真去开盖放药，再盖上，折腾这么一大通，这手早变成红猪蹄了。怎么把这茬忘了？那你怎么一口咬定里面有麝香？江令渊自己说的呀，现还都不提前做功课，蠢的我都同情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竟敢拿自己的骨肉当筹码，做这等龌龊勾当！诸位是觉得我卧病太久，提不动刀了，才敢这般欺辱我的夫人？四叔，误会，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。行了，令旨是苦主，又是令渊名正言顺的四婶，这事儿交给他处置最妥当。谢母亲做主。一个乡下杀猪的，能有多大见识？顶爹骂两句出气也就罢了。是他，定是这贱婢受人指使放了麝香。又见四夫人进来，就顺水推舟栽赃。姐姐，我是被他蒙骗了。没有啊，姨娘，是您闭嘴！为主求荣的东西还敢攀咬！是令渊御下不严，轻信了贱婢，才闹出这般误会，惊扰了大家。好一招汽车保帅，精彩！要不是我恰好对沉香木过敏，这口黑锅还不得背得死死的。就算不过敏，本姑娘也有的是法子让自己过敏，跟我玩这套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江令渊，你心术不正，陷害长辈，搅得家宅不宁，按家规该逐出府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令阳还怀着我的骨肉啊！四婶求您高抬贵手。哦，那依你看，该如何处置？也罢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
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即日起禁足院里，无令不得出，每日抄心经100遍，好好静静脑子，等生完孩子再行发落。绿渊，绿渊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溥仪！我乏了，老大媳妇儿，扶我回去。可是母亲，这令旨丫头有分寸。江令旨，你把令渊吓晕了，我孩儿若有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冤了，小问题。别碰我！萧燕，放肆！给我跪下！你个杀猪女，凭什么让我跪？就凭我是陛下亲封的一品诰命，更是你如假包错的四婶婶，你顶撞长辈还想动手，萧家规矩喂狗了？该死的杀猪女，在国公府也敢这么狠！目无尊长，言行无状，看来不请家法你是学不乖了。你想干嘛？来人，把萧燕给我拖去祠堂，结结实实打20板子，再罚跪3天祠堂，静思己过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一滴水1粒米都不准送。江令旨，你敢！我母亲绝不答应。你母亲啊？可老夫人刚才说了，这儿归我管，难道大房要抗命不成？拖走，拖走，别耽误渊姨娘养胎。江令旨，你个毒妇！春柳，看好你家姨娘，乖乖抄经禁足。要是再搞出什么幺蛾子，后果自负。是，奴婢一定看好姨娘。痒吗？回去让穆神医看看手。没事儿，我去库房找点药膏就。反了天了！那个杀猪的竟真敢动家法，还敢恶我燕儿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母？仗着四叔和祖母横行霸道，再不管，这后宅要改姓江了。做梦！萧家后宅还轮不到他撒野，你好好养着，这口气母亲一定给你出。四弟妹好大的威风，才得了老夫人几分疼爱，就迫不及待摆起诰命夫人的谱了。燕儿再不对也是萧家嫡长孙，轮得着你动家法？竟还敢罚跪祠堂！你可记得如今后宅是谁在当家？四弟妹好大的威风，才得了老夫人几分疼爱，就迫不及待摆起诰命夫人的谱了。燕儿再不对也是萧家嫡长孙，轮得着你动家法？竟还敢罚跪祠堂！你可记得如今后宅是谁在当家？哎呦，大嫂，您这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！我不过是替您分忧，教了侄儿些规矩。今日他当众要对四姨动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萧家的规矩是纸糊的呢。难不成在咱们大房这儿，侄子打婶婶也算是家传手艺？你少拿鸡毛当令箭！掌家权在我手上，后宅之事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掌家权当然要紧，但更要紧的是长得明白，对吧？毕竟这掌家权，瑞王妃赠的千年人参竟被换成了商炉根。大嫂这狸猫换太子的手艺可真是绝了。没什么呀，就是提醒大嫂，不管谁掌家，这账目啊、库藏啊，总得对祖母、对萧家上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您说是也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再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再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母亲，您定要为儿媳做主啊！四弟妹如今眼里哪还有长幼尊卑？她责罚燕儿也就罢了，方才更是对我百般讥讽，嘲笑我管家无能。我掌家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岂容一个心气这般践踏？
那你想如何？儿媳只是觉得四弟妹行事太过张狂跋扈，理应加以约束，免得日后坏了萧家规矩，惹人笑话。约束？他处置萧燕是我亲口允。至于管家之事，若你当真做得滴水不漏，又何惧旁人几句闲言？不如先回去好好自省，看看是否曾给人留下过什么画笔。母亲万福。方才狄侍卫来回话，说穆神医嘱咐了，夫君外伤虽愈，但元气大伤，须得用上好的人参细细温补才行呢。完了，大珠你要会死。景瑜的身子要紧。去年瑞王妃来府上探望时，赠了一支上好的千年人参，正好给他用。你去库房取来便是。母亲，瑞王妃所赠必是重礼，如此贵重之物，儿媳可不敢独自经手，可否请母亲一步，与儿媳一同前往库方查验取用？完了，杀猪女有坏事。也好，人老了，是得多走动走动，便一同去看看吧。我也同去。府中库藏我最熟悉，正好帮母亲和四弟妹找找。老夫人、四夫人，这便是瑞王妃赠的那支千年人参。令芝，你快拿去给景怡用上吧。这可真是个宝贝儿，便宜我家将军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土包子看不出什么，幸好老夫人也未发现。母亲，这只恐怕并非千年人参。江令直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分明就是瑞王妃所赠的千年人参，库房记录的清清楚楚。你一个乡下来的，懂什么人参？休要在此信口开河！母亲，儿媳虽出身乡野，但机缘巧合下曾跟随一位老医师辨识过药材。人参气味清雅醇厚，根须密集而韧。您看此物，形虽似，但表皮粗糙，闻之有一股淡淡的土腥气，且须根易断。这并非千年人参，而是商炉根。荒谬！母亲，您别听他胡说。他这是故意找茬，想显摆自己。瑞王妃送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瑞王妃送的人参自然是真的，就怕他道行不够，从盒子里溜走，让商炉根给替了。这要是吃下去，补不了身子，反倒通了气，那可就好笑了。你是不是叫个明白人一验便可？速去请穆神医过来，就说萧府有重赏。是老夫人。老夫人急召老朽，所谓何事？劳烦神医给瞧瞧这宝贝疙瘩，可是那千年参王？回老夫人，此物绝非人参，乃是商鲁根，形似而质异，药性相悖，且微带毒性，万不可入药。若我夫君误服，会如何？此物与将军现在服用的活血之药相冲，若一同煎服，只怕华佗在世也难救。大嫂，您见多识广，明明知道是商鲁根，还说是人参，您这是想要我夫君再讨回去吗？岂有此理！库房种地，竟出这等偷梁换木的勾当！陆氏，你作何解释？母亲明鉴，儿媳实在不知啊，定是底下人捣鬼，或是入库时便弄错了。许是瑞王妃那边。大嫂这话说的可就更有趣了。
瑞王妃何等尊贵，送礼还能送错了？退一万步，就算送错了，这验收华央入库登记的人，难道是个睁眼瞎？依我看呐，这库房里怕是耗子有点多，还不止偷吃了这一处呢。你休要落井下石，血口喷人！母亲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关乎全府上下安危体，必要彻查到底，水落石出才。好，此事便交于你处置。是。即刻封锁库房，所有账册物品一律封死，无我命令，不得擅动。所有相关管事全都给我请到旁边厢房候着，我要挨个亲自审。这丫头虽在乡野长大，行事可如祖母风范。母亲，经查库房与账册多处不符，除人参被换外，另有江南云锦3批被换作猎头，却仍按云锦报账。采购的上等黄芪、当归，实则多是被换次品，这些是相关票据。陆氏，这便是你管的家。母亲明鉴，儿媳实在是被底下人蒙蔽，只是一时失察呀。祖母，母亲管家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定是奸猾小人作祟，求祖母再给母亲一次机会。失察，一次两次便罢了，次次如此，这是贪墨，是蛀空萧家。陆氏，你教我如何再放心将中费交于你。母亲息怒，保重身子要紧。既然大嫂需暂避封侯，这管家之权，不若请您重新执掌，以正加封。江令旨，你说的轻巧，祖母年事已高，你竟还想让他老人家劳心劳力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四婶也是为府中着想，母亲，您的确不宜再过度操劳。既然令旨已是四乡主母，此番查账亦显其细心能干，不如就让他暂代掌家，您从旁指点，也好历练。母亲，您意下如何？让他掌家？一个乡下出身的，懂什么管家？他懂各府人情往来，懂调度仆役、核验账目。四叔，您替他查账，就为推他上位？宠妻虽好，可这不是把萧家往火坑里推吗？萧燕，账的确是我亲自查的。你大字识得几个？有什么本事亲自查账？我再不济也强过某些人，不服便比试比试。比试？比什么？难道比杀猪吗？好主意。不过今天先不比那个，就比珠算。你敢吗？我自幼名师教导珠算，还能输给他一个杀猪的？有何不敢？只怕你输得太难看，下不来台。祖母，请您做个见证。这两本账册相同，以一炷香为限，谁先准确无误，算出亏空，指明错漏，便为胜。开始。这种小账也值得考我，装模作样，怕是连账目都看不明白。果然不识字，你这莫不是在赏画？算珠都不剥一颗，难道指望用眼睛瞪出数目来？祖母，这两处错了。啊！这两处批了，我竟全然未查。你是如何算出来的？谁规定算账一定要把算盘拨得震天响才算快？又是谁说的？乡下丫头就一定不识字，不会算账？我们乡下人也是要收租算账的好吗？陆氏，这还只是你前年的账目，往后的我们慢慢细算。师父，您当年像唐僧念经一样逼我学这些时，我可真没想到，第一份功德竟是用来超度一个纨绔子弟的嚣张气焰。多谢您老人家了。算账快又如何？不过是投机取巧，掌家之人须得文武双全，方能服众。胡闹！萧燕，掌家与武士何干？休要无理取闹！文武兼备，方能震慑下人，应付外物。她一介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日后如何代表萧家与其他府邸往来？若遇急情，又如何护得住家业？江令旨，有本事与我再比一场武士。若你武士能胜，
我便心服口服。夫君，无妨，他既不服，我便打到他服，省得日后总有人拿我的出身说事。令旨，不必理会他的混话。母亲，既是立威，便须立得彻底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请母亲准许我与萧燕武试一场，要比什么，随你挑。我骑射卓绝，京中子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，这次绝不可能再输，定要他好看。好，就比骑射，看谁才是真有本事。罢了，去校场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的心。江令旨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省得一会儿坠马难堪，哭鼻子可就不好看了。哼，连马都不会挑，选这么匹烈马，看你怎么赢我！今日我定要好好出这口恶气。剑法，夫人今天肯定是输了。哎呀，还是不要比了，再比下去，四夫人就要丢人现眼了。江令旨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啊！曾羡慕闲云野鹤，走到人间，激情于天地，摇铃草木不闲，此生不作万劫，拂一株水仙，回头月，愿望两山川。居然蒙住了，绝不能输。有没有受伤？无妨。如何，大侄子？现在可心服口服了？萧燕，你敢出手伤人？文事不精，尚可勤勉；武事不济，犹可苦练。然而你心术不正，败局已定之时，竟行暗算偷袭之卑劣行径，罔顾伦常，危及长辈性命。现于你两条路：一，前往北疆军中，从最低等的马前卒做起，不立军功，永不回疆。祖母，北疆苦寒，战事不断，那是要命的地方啊！那就留在京都，任职武骑卫，负责城门巡守，在京城父老乡亲的众目睽睽之下，好好历练你的心性，学学什么叫规矩。边关那是九死一生之地，若去，这国公府的富贵荣华只怕再与我无缘。可留在京都，让我堂堂国公府嫡长孙去做那看守城门的，这脸还要不要了？以后还怎么在京城圈子里混？速选！孙儿愿留京，任职武骑卫。望你记住今日教训，好自为之。今日各位皆是见证，四夫人将令指纹是合帐，明察秋毫，武士骑射，临危不乱，其才其能其德其勇，皆足以服众。师父，您教我藏锋守拙，明哲保身。可这深宅之内，
有时亮出刀锋才是最好的保身之道。即日起，府中一切钟馗事务，由四夫人将令旨全权执掌。即日起，府中一切钟馗事务，由四夫人将令旨全权执掌。所有人员、账册、库房钥匙即刻交接，若有怠慢违逆者，加规处置。是。至于陆氏，母亲，你执掌钟馗多年，却账目混乱，亏空巨大，更是纵容包庇，险些置景逸于死地。念你多年苦劳，暂留你在府中，但所有查实亏空，必须用你的嫁妆私产悉数填补。若有短缺延迟，别怪我家法无情。母亲，那可是儿媳毕生积蓄，这是你挽回过失、将功折罪的最后机会。将令旨，杀猪贱婢，实在是碍事。民夫郡主乃金乌头号刁蛮之主，将萧景逸视若性命。待老夫人寿宴之时，我且借他这把刀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。没想到萧燕竟然能做出这种事，还好你没出事。放心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有办法平安无事。殿下，是不是牵扯到了伤口？不碍事。坠马也非儿戏，你可知我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好啦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师父教过我独门绝学，我可是得了真传的，一般人对付不了我。你这位师傅，当真深藏不露。师父，他们都说您从前是神武门的大将军，可真威风。当大将军之前，老夫也做过几年文官。丫头，这世道，文武之道犹如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。跟着我好好学，将来总能多条路走，不至于任人欺凌。小芷，看仔细了，战场搏杀与抛除、突出解牛其理相通，皆在顺势循系。这招破军，中宫直进，一击必中。他就是个前朝退休的老头，不爱张扬罢了。看我自己在乡下无依无靠，就随便丢了点保命的本事给我。你家人？我母亲一生下我就离世了，我父亲不待见我，把我送到乡下。所以我才拼了命也想嫁进萧家过好日子。萧将军有没有后悔娶我这个乡下女？所以，娘子当时才趁我昏迷不醒时就占我便宜。说起来，夫君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会在大军凯旋时被伤成这样？当日埋伏我的人，我已经有了些眉目。不过，查我在行啊，我帮你揪出那个内鬼如何？夫人这般厉害，那是自然。此事牵扯甚广，等有了确凿进展，我会第一个告诉夫人。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老夫人的寿宴马上就开始了，我先过去了。瑞王妃到，灵枢郡主到。
郡主今天好美啊！就是这个乡下丫头抢走了我的锦衣哥哥，我对她痴心一念，她却娶了这么个玩意儿。这位就是四夫人吧？久仰久仰，果然是与众不同，气质很特别呢。就这点伎俩，未免太过儿戏。江令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推本郡主？郡主明鉴，要怪也得怪这地太滑，又或是您这身华服太过耀眼，被晃得站不稳了。您说是不是？郡主殿下息怒，快请入席吧，宴席就要开始了。令芷，到这边来。他不过是一个乡下泥腿子，又胆大包天的灵堂换妻，整个国公府不是应该鄙夷他吗？他们一定是看在锦衣哥哥的面子上，锦衣哥哥不可能喜欢此等女人，一定是被逼的。无碍，郡主想给我下绊子，结果自己险些表演了个平地摔跤。我哥哥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我，一定是被这个妖女给迷惑了。不行，要让锦衣哥哥看清楚他粗鄙不堪的真面目。咦，这虾如此之大，莫非是来自边陲水泽的稀奇玩意儿？四夫人来自乡野，见识广博，想必认得此物，知道怎么吃吧？郡主，此乃太湖白灼大虾，乃是宴席上的常客。看来郡主平日深居简出，对此等家常美味倒是疏远。令芷，既是你熟悉的，就由你来教教郡主怎么吃，也尽一尽我们萧家的礼数。去取洗手的水和毛巾来。此物鲜美，食之亦有讲究，需配以姜醋汁，方能去腥提鲜。虾线藏污，食前需提除；虾头尖锐，亦需小心。若不懂其法，胡乱剥食，不仅容易扎手，汁水四溅，更易失了风度。母亲，您尝尝。果然鲜甜，令芷倒是细致周到。好你个杀猪女，高公好很得意吗？气死我了！锦衣哥哥，你帮我剥。杀猪女，你输了。锦衣哥哥心里只有我，我就知道，锦衣哥哥对他好肯定是假的，他喜欢的人一定是我。我就知道锦衣哥哥对我最好了。锦衣哥哥，我从小便喜欢你，因为你的噩耗，我痛不欲生，甚至去暗中为你祈福了1个月。可不是嘛，京中谁不知道郡主打小就对四弟你一往情深呐？郡主厚爱，萧某承受不起。我这一生有令芷一人足矣，并无他念。我给你的虾，竟然剥好了给他，他一个杀猪女也配？郡主殿下别激动，人一急就容易说胡话。不过呢，景逸是我正牌夫君，他给我剥虾，这叫夫妻情趣，合理合法，还带甜味儿。夫人所言极是，这虾为夫包得甚为欢喜。我怎么觉得这虾剥的竟比批君报还要成就感？郡主若是羡慕，不如请王妃赶紧帮您物色一位专属剥虾师，到时候别说剥虾，剥核桃都有人伺候，何必眼巴巴瞅着我们这盘呢？你竟敢羞辱本郡主！娘，我娘绝不会放过这个杀猪女的。罢了，萧景逸再好也是个短命仙，断了念想正好。不过今日确实理亏，得给萧家一个台阶下。
舒儿，还不住嘴，脸还没丢够吗？舒儿年纪小不懂事，这镯子是西域进贡的冰种翡翠，冬暖夏凉，最是养人，就当是给四夫人压惊了。母亲非但不帮我，还反去讨好那杀猪女，莫非是中了什么邪术？四夫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可好？母亲，您真是糊涂了，那是我几笔里是求而不得的冰种翡翠啊，怎就便宜了这杀猪女？杀猪女，你若识相就赶紧退下来。王妃娘娘客气了，郡主天真烂漫，我怎会与她计较呢？这镯子我就却之不恭了。郡主以后若是想吃虾，随时来府上，我让厨娘好好教您怎么剥。夫君，你伤势初愈，穆神医嘱咐需饮食清淡，固本培元，方有益于日后为我们萧家开枝散叶呀。这百合安神、山药健脾，多用些，身子好了才能陪着我呢。不知羞，这种话也敢当众说？我夫人转述医嘱，有何不妥？难道郡主比神医还懂调理之道？辛苦夫人。四弟和四弟妹真是亲蝶情深，令人羡慕啊。只是成婚也有些时日了，日这般恩爱，怎的弟妹这肚子还未见有动静呢？莫不是老天爷都觉得有些事强求不来，终究是门第有别，不太相配。哎呀，多谢大嫂提醒。说起来，京郊红罗山的送子观音可灵了，尤其是有福气的人去求，一求一个准儿。那确实灵验。要说有福气，谁能比得过嫂子您呀？年纪轻轻就为萧家添了2位嫡孙，这福泽真是深厚的，令人好生羡慕。哼，乡下丫头就是没见识。不如大嫂发发善心，替我去求一求，让我也沾沾您这天大的福气，说不定我下个月就能怀上啦。红罗山那99阶天阶，一步一叩首才能到山顶。这个杀千刀的贱婢，竟然想让我去替他受这份罪。四弟妹可真会说笑。大嫂，莫非你不愿意？令知我虽有心替你，却怕反倒误了你的机缘。心诚则灵，我倒是真怕嫂子心不诚，反倒误了我。你阿芷，你对我好，是不是就有个孩子在萧家安身立命？当然是。果然，我只是个工具人，即便只是工具人，令只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也会对他好。一方面啦，最要紧的是，你得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总不能让萧家香火断在你这儿。当然，老夫人许的那些金山银山更有钱。鼎翼哥哥，我来萧府看你了，快看我给你带的什么好东西！这可是南疆特供玉肌膏，去疤生磨，效果一流。你身上那些刀疤剑伤，一抹保证还原成小鲜肉。郡主还请自重，我是有妇之夫。没事儿，景逸哥哥，我可以等。你是喜欢我的。我要沐浴就寝了。郡主请回。景逸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
郡主还真是热情似火，不过扑身前记得先擦亮眼睛看清楚。就听说嫁错人的，可没听说过扑错夫君的。郡主，需要再纠缠，就算我没有娶令女，也不会喜欢你。我好心送温暖，你居然公开处刑我！没想到将军的桃花运还真多呀。夫人，莫要等去我。天寒，莫要冻着。以前在乡下，冬天比这冷多了。令旨，以后每一个冬天，我都不会让你再感觉到冷了。小时候一直羡慕其他人有爱他们的家人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拥有。这里的伤疤还疼吗？皮外伤早已无碍，这些伤有些是在北境留下的。都过去。以后不许再受这些伤。好。有人在你凯旋时设伏，要你的命，这事在我这儿可过不去。令旨，此事牵连甚广，背后之人。我不管他牵连多广，背后是谁，敢动我江令旨的夫君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你这身板，可是我用尽办法才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，谁再敢碰一下，我把他剁碎了喂猪。好，都听夫人，有夫人护着你，为夫甚安。知道就好，快告诉我背后之人。杀猪女别以为有锦衣哥哥护着，你就真成了凤凰。这萧府的水深着呢，小心淹死。郡主真是关心我，连我会不会游泳都惦记。不过这萧府的水再深，也深不过郡主的心思吧？你牙尖嘴利，本郡主今日就教教你什么是尊卑规矩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且慢，我这人皮糙肉厚，怕硌着诸位的手。倒是郡主您想清楚，这一巴掌下去，打的可不只是我的脸，更是萧家和瑞王府的交情。郡主息怒，姐姐，郡主金枝玉叶，你让着些也是应当的。硬来不妥，不如……江令之，既然你懂规矩，本郡主现在要烹茶，需用无根水。听闻乡野之人最是天使，就劳烦你接满这壶无根水吧。姐姐最是灵巧，这点小事儿定难不倒你。郡主有令，岂敢不从？这接无根水啊，最讲究机缘，急不得，还请郡主移步凉亭稍坐，慢慢等候。你竟敢坐着等？郡主莫非想让我对着天空念咒求雨？哎呀，早知道该跟庙里的道长学两手，现在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。要不，郡主您亲自示范个呼风唤雨的法术？郡主，您该不会就是想要让我晒太阳吧？想要我罚站直说嘛，何必麻烦老天爷呢？
你强词夺理，本郡主看你就是存心怠慢，这就是你们萧府的待客之道吗？郡主，这狐此刻在哭呢，他等了半天没等到无根水，反倒等来了一场粉身碎骨。老身方才听见有人在质疑我萧府的待客之道。老夫人，我不过是想让四夫人接些无根水烹茶，她却百般推诿。祖母明鉴，郡主只是心直口快，想必是四嫂久在乡野，不懂风雅。是呢，我们乡野之人最是实在，不像有些人大晴天非要接雨水，接不到就砸壶泄愤，这风雅我确实学不来。郡主，无根水乃天赐之物，今日天晴日朗，你让令旨如何变出雨来？还打碎了这御赐的白玉壶。我不知道这是御赐之物。郡主今日心气不顺，留在府上也是徒增烦恼，不如回王府好生静静心。来人，送客。江令旨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吗？若非你悉心指点，郡主金枝玉叶，又怎会想到如此别致的风雅之法？江令渊，你身为萧家妇，不明事理，不劝善行，反而煽风点火，酿此大祸。祖母，即日起，每日抄写女诫50遍，好好思过。祖母，孙媳知错了，祖母开恩。瑞王府这烧尾宴，帖子特意邀你同去，郡主怕是没安好心。他搭好了戏台，我不去，这戏岂不是白排了？正好瞧瞧他又学了什么新把式。夫人已有妙计，左不过是想让我出丑或受伤。听说瑞王府后院新来了只刚生崽的獒犬，凶得很。他若用这招，我便顺水推舟。不行。怎么？莫非夫君你舍不得？对，我舍不得你受伤，出生不长眼，太危险了，我必须在你身边。夫君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雪鹰也会接应，你呀，就安心在席上吃好喝好，等着看我给你演一出好戏。好，若有万一摔碎它，马上会有人出来护你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夫君，你就安心去查你的事儿。既然你受伤之事查出与瑞王府有关，看谁才是瓮中之鳖。不好了，萧四夫人出事了！夫人，是不是被恶犬害了？死了！这个杀猪女终于死了！灵芝，灵芝醒醒！夫人，将军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那可是我求着大嫂陪同去红罗山一步一叩首求来的孩子，没了。四夫人节哀，被刚生完狗崽的母狗咬伤，能捡回一命已是万幸。咬伤用不了多久也会毒发身亡，你还是好好休养吧。不，郡主误会了，那狗根本没咬到我。是我为了躲避扑咬，脚下不稳，重重摔在地上，这才惊动了台青，流掉了孩子。将军，我对不住你。今日之事，你若不给萧某一个交代，我萧景义便是血溅金銮殿，也要告御状讨个公道。老身也要听听是什么天大的理由，要害我萧家子嗣。我中计了。委屈夫人演了这一出。兵不厌诈嘛，这一下他总该消停了。将军、夫人，郡主已行刑完毕。听说腿都打瘸了，瑞王府还罚了他半年禁足。雪鹰，去把那几只小狗仔送回给那只母獒犬，好生养着。是。对了，老夫人为您请了穆神医来。我无碍，你打赏了他便是。罢了，你让他进来，正好给我家将军瞧瞧。
齐爷，神医，他怎么样？穆神医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感觉良好，但实际不行了？穆神医，您给我交个底儿，我夫君这身子是不是虚得厉害？您直说无妨，是得用虎鞭鹿茸，还是得炖10钱大补汤？我能扛得住，大不了我把嫁妆当了，也得把他这身子补养结实。将军的旧疾竟去了8九，体内余毒也被一股生机化去，如今脉象平稳，待调养些时日，必能恢复如初。太好了，谢谢穆神医。有劳神医保密，对外仍说我旧伤未愈，需静养。明白明白，这实在医书难载啊！全赖我家夫人旺夫，她可是有本事从阎王手里抢人的。可不，将军娶我，怕是前世敲穿了9981只木鱼才换来的福报。我这旺夫命格，怕是比您的金针还厉害些。阎王爷翻生死簿见到我的名后，都得添上几笔阳寿呢。是，所以为夫必将夫人时时捧在掌心，以赠一世呵护。如此一来，我便可放心不惧了。瑞王以为我病弱不堪，正是我们反击的良机。今日在瑞王府杂物间的暗格中所获，这火蜥印是北境军中专用的，还有这残存的饗银2字，大哥当年是否曾掌管北境粮饷调度？莫非我当年北境遇伏，并非意外，而是他们贪墨军饷，东窗事发，欲杀我灭口？大哥，难道他也参与其中？太过巧合，将军，此事必须彻查到底。王爷，我四弟妹江令芷近日在清查府中旧账。废人，一点首尾都处理不干净。当初若不是你办事不力，留下把柄，我们又何必在萧景一凯旋时设局截杀他？这样的人，萧景一命大，那样都没死成。不过没关系，一次不成，还有第2次。祭天大典在即，那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你回去后，务必想办法盯紧萧景怡夫妇，若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亲耳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是我大哥与瑞王合谋贪墨了军饷，他为了钱权，竟联合外人要置我于死地。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敬他重他？父亲去得早，长兄如父，为何会是他？夫君，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是他们的贪欲蒙蔽了良心，为这样的人伤心，不值得。刚才还在密谋，欲在祭天大典上再次对我下手。祭天大典，好机会！他们想动手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。瑞王竟敢贪墨，死难将士的抚恤金都敢克扣，简直罪无可赦！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息怒，这证据烫手。瑞王殿下这回可真是贪得无厌。不过陛下，咱们要是现在掀桌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出好戏？
臣妇这儿有法子，既能保全皇家颜面，又能让瑞王殿下自己挖坑自己跳。上前来。准，就依你所做，朕倒要看看他能狠心到什么程度。不好了，夫人，将军被陛下关进诏狱了。陛下定是请他去诏狱喝茶了。别急，你家将军皮实着呢，说不定正跟狱卒切磋棋艺呢。雪英，咱们也去凑个热闹。夫人，您已经看了一整天了，歇歇吧，眼睛都要看坏了。不行，我得趁将军在狱中他们松懈的时候，赶紧把账本查出来。好你个陆氏，我说你贪了那么多银子，怎么就没再见你吃胖的？原来是权位给瑞王府了，这下可让我逮着了。夫人，找到了。何止找到了，这数额大的，够瑞王吃下一整个军队了。瑞王竟敢谋反！来人！臣在，将这逆贼拉去斩首，悬首示众3日，其党羽统统按谋逆罪论处，严惩不贷。陛下饶命！我是被逼的，是萧敬平，对，是萧敬平撺掇我的。萧敬平，你勾结亲王，贪墨军饷，构陷亲弟，这帮凶当的可真称职。念其最终未酿成大祸，且乃国公之后，革去一切爵位官职，抄没家产，一家人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萧爱卿忠勇无双，忍辱负重，晋封为超一品镇国公。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世袭罔帝，赐丹书铁券，掌京畿卫税与北境兵权。往后朕的安危，可都交给你了。臣谢陛下。陛下圣明，恭喜萧将军沉冤得雪。还有朕的奸细官萧夫人，这出戏盯得漂亮，智勇双全，护驾有功，乃女中豪杰，号封超一品镇国公夫人，赐凤冠霞帔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京郊黄庄2座。往后宫里有什么热闹，还得借你的慧眼一用。臣妇谢陛下隆恩，只要管饭，随叫随到。四爷，四夫人真是天造地设的第一对，羡杀旁人了。四夫人，您真是有福之人，望夫一子啊！夫人，今日这酒味道似乎格外好。那还不是因为喝酒的人心情好。江令旨，害得我要去流放，孩子也因此没了。今日我就要你血债血偿，你去死！不知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还有好多日子要过。我爱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快让开！
夫看看！将军，您这怀里揣的是什么？夫人的情话真好听，为夫还想多听几句，要不我再晕一会儿。萧景一，你吓死我了，竟敢骗我！我没骗人，我排了半个时辰队才买到的玫瑰酥，本想饭后给夫人一个惊喜，就这么被她毁了。我是真心疼晕过去的。天芷，你怎么了？神医，快看看他！恭喜四爷，贺喜四夫人。四夫人这不是病了，是有喜了。一脉相看已近2月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恭喜四爷，贺喜四夫人。以后不许再这样吓我了，万一那匕首再偏几分。没有万一，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护在你身前。只是可惜了那盒玫瑰酥，排了可久的队。现在闻不得太甜腻的味儿，可能宝宝不喜甜食。我们的孩子定会像你一样聪明勇敢。那我希望也能像我一样幸福。要说这镇国公夫人，乃天赐的大福星，十分了不得，有一身杀猪的好本事。哎，您别笑，这杀猪啊，讲究的是快、准、狠，正是这般历练，才养出了夫人临危不乱、洞察先机的慧眼和胆魄。自她嫁入国公府，那是望醒夫君，识破阴谋，保护圣驾，铲除奸逆。最近更是用一盒玫瑰酥救了大将军一命。夫人，如今你杀猪妹的名号可是京城最旺夫的象征了，就连那说书先生都知道。哪怕我是给夫人买点心，都能救自己。那夫君可要好好珍惜我这颗福星才是。下次买点心，记得买2盒，1盒防身，1盒吃。好，一切都听夫人的。